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的第6期。上一期呢，我们聊到了伦敦生活成本。其实我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在说啊，租房这么一个耗尽家财的事情，你居然就一笔带过，你是忘了你当年在租房上吃过的苦吗？所以我决定做一个呢伦敦租房的系列。那今天这一期呢，主要专注在攻略上，大概是有5件事。第一点呢，就是你在找房之前要做哪些功课；第二就是你怎么找房；第三就是呢，你在看房的时候到底要看什么，你又必须问什么；第四，怎么把好房子抢到手，以及签约前后哪一些坑你千万不要踩到。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正题吧。在找房子之前呢，我们要思考我们到底要选择住什么样的房子。那对于大多数的我们来说呢，这个就是取决于预算，预算决定了我们住在哪，还有住哪种房子。关于住在哪呢，我有2个不要迷恋的 tips 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迷恋市中心。其实大多数的人都会沿着自己的这个通勤的路线，去沿着火车站点、地铁站点、轻轨站点找房子。如果你走出1区的话，你就会发现天地开阔。第二个就是不要迷恋哪一个方位就是富人区扎堆，治安就一定好这种鬼话。其实以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来看的话，以这个东南西北的方位来区分伦敦治安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伦敦本身没有一个大面积的贫民窟这么一个存在，很多时候你隔2条街可能就是另外一片天地。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很关注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去查询一下你想要租住的那个区域它的犯罪率。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网址，我把它附在下面，你可以去查一下，以这种事实作为依据，会给到自己更加实用和可靠的一个参考。然后关于住那种房子呢，英国的房子呢大概有 house、apartment 还有 flat。house 就是别墅， apartment 其实更符合我们亚洲人所理解的公寓，它大多数呢都是新建的，独门独户，然后呢也比较现代化，隐私性也比较好。那我在这里呢想重点说一下最常被别人吐槽的 flat。一种 flat 是政府福利房，它虽然叫 council house， 其实是公寓。这种一般都是以给那些比较低收入的家庭，它以比较低的价钱购得的住所，通常都是几十户人家在一个大楼里面。然后这种楼呢会穿插建造在伦敦的各个区域。以一个曾经租住过这种房子的过来人的经验来看的话，我其实是建议大家尽量避开这种房子，因为人一多嘛，确实就比较复杂。另一种呢是 converted flat， 英国有很多的 house 动不动就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很多战前建造的大宅子后来就因为需求慢慢的被改建成了很多的小公寓。这些 flat 也会有隔音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总体上环境呢要好过前面提到的政府福利房。那价格上呢，当然就是 house 最贵， flat 最便宜。比方说我之前住过的 Pimlico， 它在 Westminster 区域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区域。如果你在这个区域的话，以2居室的为标准，council house 的 flat 呢是1820镑一个月，那 converted flat 是2700镑一个月。但你隔几十米啊，隔壁一条街的这种现代公寓 apartment 就要将近4300镑一个月，这算是比较贵的高级公寓了。那这个区域的2居室的这种 house 其实比较少，大多数都是3居室起的。那它 3 bedrooms 的 house 呢要4550镑起。初步进行一个筛选之后呢，你大概就清楚以你的预算可能能在一个什么样的区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那你就可以开始去找房了。找房呢就是2种，一种是你线上在它网络平台或是 app 上去寻找，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线下直接去到你想租住的那个区域去联系当地的中介，然后当面沟通你的需求。这个的好处之一就是有一些房子它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第一时间挂上网，但是你可以先通过中介那里看到，先下手为强。在这里插播一句啊，本人虽然现在居有定所，但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之一呢，就是在网上看房子，租的买的我都看。像我老公每天晚上都是看着书入睡，我是看着别人家的户型图入睡，而且我一边看一边脑子还在想，他这个房子怎么样设计，怎么样改建一下，可能会住起来更合理啊，更舒适啊。Sweet mint julep。那接下来就让我带着满满的爱心和兴趣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到底怎么网上找房。伦敦租房呢，推荐几个平台。如果你是通过中介的话呢，就有 Rightmove 跟 Zoopla。如果你是跟房东呢，直接就是 OpenRent。如果你是想尽快的寻找到短租跟合租的话呢，推荐平台是这2个。如果你刷了一圈有看中的房子呢，我就建议大家当机立断联系中介约看房。在跟中介的联系当中呢，也有2个建议。第一个就是呢，你可以在邮件上跟中介写明你的这个租房的要求、入住时间，还有你的预算大概的一个标准，让他筛选一下附近还有哪些房子可以一起约着看，这样的话就节约时间、高效率。另外一个就是呢，你要问清楚他这个租期上的长跟短到底是多少时间，是否符合你这个租房的时间要求。此处还有一个温馨提示，这边的中介
介上班时间呢，基本上也是朝9晚5，可能偶尔周6白天能加一个班，所以你一定要丢掉一个幻想，你不要指望他会像北上广那些中介一样，骑这个小电驴，一天带你看几十套房，可能晚上11、2点还能去看个房子，不太现实。另一个问题就是呢，伦敦的房屋租赁市场其实流动的非常快，所以如果你想要以性价比比较高的方式租到好房子，你就一定要拼速度、拼眼力。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那要带着问题去看房，带哪些问题呢？往下看。以下呢是我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看房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呢，一定要提前去这个房子附近周边的社区走一走、看一看、观察一下。我记得我之前租房的时候有看中一套 apartment， 其实当时在网上看的时候我非常的满意，因为它是新的，什么都是新的，而且电器啊各种配套的设施都很全面。后来我去到现场，哇哦，我站在阳台上，左手边是一个还在盖的工地，然后呢低头45度是一个火车轨道，平视前方可能差不多40、50米的样子是一个8车道的高速公路。对，就是这么棒。所以周边环境太重要了，大家不要觉得我周边就是我住的那条街而已，你要不要觉得伦敦啊冷漠的都市，我是一个孤独的孤岛，关上门我就拥有全世界，不可能，我告诉你。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呢，用手机拍照，最好是带一个朋友，因为多一个人多双眼睛嘛。第三就是呢，你在房子观察的时候呢，注意看一些角落有没有裂缝啊，然后呢是不是潮湿呀？因为伦敦经常的下雨，秋冬天的时候，所以这点还蛮重要的。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检查一下水压、灯光、采光、窗户啊这些问题。然后就是呢，要了解一下它的公共交通、停车状况。如果你是合租的话，最好是在合租的室友在的情况下去看房，因为这样大家也能够了解一下彼此的大概状况。那可能还有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呢，我也建议你在看房的时候直接跟中介问清楚。比方说这个房子的配套，它是带家电呢，还是部分带，还是完全不带？那英国对于这种部分的带家具家电呢，有一种说法叫做 white goods， 所以我建议你直接问清楚到底他会配哪些东西，因为有可能他觉得非常的 white， 你觉得哇这也太黑心了，是吧？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你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还是你要入住以后要添置一些才能正常的过日子。第二就是如果现任的租客在的时候呢，你可以礼貌的咨询一下他左邻右舍的状况，有没有这个吵闹或者是不定期的开 party 这种现象。如果你本身对噪音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可以问明白的。还有就是如果你要养宠物的话呢，有时候它挂出来的房产信息上会写得很清楚这个房东是否接受养宠物，但如果他没有标注的话呢，你就需要专门的去明确的问他。千万不要瞒着房东或者是中介自己私底下偷偷的养宠物，因为如果一旦被发现的话，他把你撵出去是小事，这是他的财产，他如果要告你的话，那可能麻烦就更大了。那这些呢是关于房子的问题，还有就是关于钱的问题，当然最主要就是租金，你问一下他包不包 bill， 包不包 cost tax，这个里面可能就决定了你每个月有几百磅的差别。还有就是你问一下每个月大概水电费的账单是多少钱，因为英国的房子呢它是能源分级的，越好的房子当然它就是越隔热呀，你在能源消耗上的费用就会少一些。那好房不等人，如果你看中了一套房子，或是你看了好几套房子以后呢，你对某一套非常的心动，那你其实可以迅速的就交定金，把这个房子先定下来。当然前提是你已经对这个房子还有周边的环境做过了功课，它已经过了你的接受门槛，你是认可的。英国这边定金呢，最多就是1个礼拜的租金，然后呢你是直接转账给中介的这个企业账号。同样的道理，涉及到这种钱财往来，大家一定要有邮件凭证才要去进行这个操作。如果有好几个人跟你一样同时看中了同一套房子，那决定权虽然在房东手上，但是你也要冲抢到第一名。那你要怎么去提高竞争力呢？第一，在钱上使力，出更高的价钱，或者是给更长的租期。比方说房东挂的是2000镑1个月，你说我愿意多出50镑，或者多出100镑，或者是更高的价钱。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说我愿意一次性的缴付半年的房租，或者是1年的房租。我自己有一个小心得，通常这种议价去竞争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出整数嘛，50、100、200，你可以出个75、115、215呀。就这样的话有零有整，比方别人出了一个整数，你比他多了15磅，一下你的 offer 就闪光了嘛，是不？第二点呢，你就是要在人上使力，推销好你自己。像我自己之前有过一次经历呢，我是看中了哥伦比亚花市附近的一套公寓，然后当天我去看房的时候呢，现任的租客还在。
因为我当时对房子很满意，所以我就跟现任的租客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请他帮我跟房东美言几句。但其实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房东的短信，就说现在这个租客说你看着还挺靠谱的，说那要不咱们具体聊一下下一步。但是当时呢，我对那个房子呢周边的环境不太满意，就放弃了。但至少说明这招还是管用的，对吧？所以如果你不是直接跟房东联系，你是通过中介的，你也可以写邮件跟中介表达一下你的诚意，然后你的工作生活是比较稳定的状态，然后你会好好的维护这个房子，我觉得这些都会增加你的好感度，这招还是蛮有用的。如果一切都符合了双方的心愿，你不就可以进入到签约这一步了吗？签约呢，就进入到一个比较讲究法律流程的一个环节了。在这边呢，很多的签约现在都是采用网上线上流程，他会给你发封邮件，然后你登录进去，输入你的一些基本讯息，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还需要提供一些证明的文件。这些文件一般分为3类吧，一个是证明你身份的文件，你是学生还是公司职员，你需要有证明你合法身份的这个文件。第二就是证明你地址的，不管是银行的开户信，还是你手机 SIM 卡的这个开户的这个信件都可以，只要能证明你现在这个居住的定所是合理的。如果你刚来英国，你还没有现在一个稳定的住所，你只要说明情况，能提供东西证明你的这个情况是属实的也没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银行账户信息，那这些呢你都填写完了，该证明的文件呢也都提交完毕了。那中介告诉你一切都完成以后呢，你就可以进入到付钱这个阶段了。英国呢，在去年也是19年的6月颁布了新的叫做租客费用法案，这个当中对于房东还有租客的费用承担部分呢进行了一些修改。所以现在的新的法案里面呢，你需要付的钱呢，一个呢就是你的租金，然后第二个就是呢，你看房子的定金呢，前面讲到的是1个礼拜，而且他要求在1周之内要返还给你。第三个呢就是押金，最多不能超过你的5周租金。英国的押金呢，它不是交给房东或者中介来进行保管，而是放在一个第三方的平台。当你退房的时候，如果他一切检查都没有问题呢，几方确认之后，这笔钱就返还给你。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帮助租客维护他的权益，因为其实蛮多的租客都会面临到被房东克扣自己的押金的这个问题在。下面呢是重点，新的这个法案当中呢，有一些钱以前可能是由租客来付的，或者是说双方含糊不清，现在做了明确的规定，不该由租客承担的费用，比方说中介费完全由房东承担。第二个就是呢 inventory check， 什么意思？就是你入住的期间，房子里有各种软件硬件设施的检查的费用，它需要派专人来，这个费用也不由你承担。第三个呢就是 check out fee， 你退房的时候它会有安排专人进行检查。第四个呢就是退房时候的专业清洁费用。这个新的法案颁布以后啊，每一个租客租一次房差不多前后能省个500磅的样子。同样呢，我会把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链接放在下面，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看一下，你作为租客你的权利跟义务，了解一下更多的详细内容，更好的保护好你自己。合同搞定了，钱也付了，那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等待着你搬新家的良辰吉日。那 check in 的时候呢，中介他是会派专人过来对这个房子进行各种检查，而且他会带着专业的这个拍摄设备进行一个记录，比方说他进厨房啊，冰箱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炉灶左边的灯不亮，巴拉巴拉这些细节他会记录下来，然后变成一个邮件发给你，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呢去确认的。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谨慎的看这个部分，因为 check out 的时候是以这个为凭证的，你最好自己呢也拿手机拍录下这个房间里的各个细节，因为可能有一些地方这个人没有注意到，那大家在前期沟通好，免得后面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还有就是呢，我今天整个这一期节目都是在讲如何通过这种正规的渠道在英国租房子，所以我本人是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去转租别人作为二房东转给你的房子，因为如果你退房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些问题，你说我住进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那前面一个租客说我转给你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就扯不清。然后呢，如果你本身呢，你也不要去当二房东，因为当初跟房东和中介签合同的人是你，在法律上规定有这个赔偿责任的人也是你，不要给自己惹这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如果你租期没有到，你就想要搬走，你可以通过邮件跟房东或者中介商量，看怎么样以一个双方都比较满意的方式拿回你的钱。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协商的，不要未经房东的同意就直接擅自的对他的财产做什么样的决定。期关于伦敦租房攻略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在伦敦找到让你觉得舒适跟满意的家。恭喜你和你的新窝能够携手迈入到下一步。你以为租到房子，糟心的生活就结束了吗？ No。
下一期我要和你分享一下那些年我在伦敦租房遇到的糟心的事，还有让我觉得无语的人，以及我是如何奋起反抗的。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记得点赞分享。如果你喜欢更多英国文化生活的话题，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那今天就这样啦，下期见吧，拜拜。